大家好，我是小唐，也很多人叫我 Sandy。接下来是经过了内观后的60天，我现在的状态分享。内观结束后，我都有保持每天的规律练习，因为他课程里是说建议你每天早晚都要播出1个小时进行静坐冥想，经过1年你才有办法维持住这个习惯。那因为刚好我是在辞职还没有下一步的一个空档，我这阵子的重心就是照顾好自己，并且释放我累积的这些痛苦，让自己好好的重新开始，所以我就有时间这样子乖乖好好的练习。我的感觉是这60天稳定练习下来，其实因为内观有做了快100个小时，所以其实你只要一坐下来，我觉得蛮快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。就看当天的心情，有的时候比较烦躁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花半个小时调息，才有办法开始觉察身体，或者是有的时候状况好的时候，花个5分钟就可以进入状况。但只要我有办法坐下来，我就有办法进入状况，这有蛮建立信心的。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我每天定时的去倒垃圾的感觉，因为你每天你会跟别人有接触啊，会有一些刺激啊，会有一些堆积啊，如果你每天都有练习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定时清理，并且在练习的过程中去听见身体、心里有什么话想跟你说。这样子每天会让自己身体干净、心理干净，并且我更能听到我直觉的声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其实在去内观之前的很大状况就是我的脑袋太多声音了，我已经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我直觉的声音，我好像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我很痛苦，所以我才去内观。那确实我在这2个月的感受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去静坐，我都可以看到我真实的心里的想法，我的直觉的声音，它是一个很沉稳，但是很有智慧的声音。这是我在规律练习间有办法去跟自己身心连结的一个状态。那我觉得规律练习刚刚讲的是自己的感受，对外对跟他人沟通，我觉得也有一个差别，是因为我每天都有定时的去 check in， 跟自己 check in， 发现我在有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，我可以很理性的去说出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，我感觉怎么样，并且让我周遭比较亲近的人可以理解我，就不是用情绪去砸别人，而是让别人看这是我的情绪，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。那有时候这些情绪并不是要别人去解决，或者是去给你意见，我反而觉得我有办法理性真实的去说出来，我也只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其实就让我在很多沟通上面觉得，蛮轻松也蛮直接的。虽然情绪不会不见，就你一定还是有情绪，但是我有办法不随之起舞，我有办法利用我的情绪去解决我的课题，去沟通，我觉得非常棒，去理解自己。还有一个故事分享，就是在这60天，我有遇到一次比较剧烈的静坐的体验。那是在我生理期的时候，女生应该都知道，我们的身体荷尔蒙、情绪会随着生理期的周期有一些变化。那我自己感受其实是非常明显的，在上个月吧，我生理期来之前，生理期前的忧郁会有这个倾向。我在那个时候刚好正在处理一个人生的课题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从小到大不安全感，害怕被抛弃，害怕孤单，害怕被背叛，害怕爱的人消失，这些从小累积到大我的课题。
我已经在解这件事情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在静坐的时候，我的一样是左胸口。我刚才有分享，我在内观过程中这边特别有感觉。在那一次静坐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这边超级痛，那个痛是伴随着稀里哗啦的哭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。然后因为我不想要陷在情绪里面，我还是有办法继续静坐，所以我就张开眼睛，我就真实的去客观的去感觉哪里痛，然后我就感觉胸口靠左好痛，然后锁骨这边好痛，然后肩膀、手臂全部一边慢慢延续的痛，伴随着这些痛出现的是从小到大的回忆，一些情景，就是像可能小时候怕妈妈不会回家啊，或者是长大后男朋友劈腿啊，或者是阶段过了，朋友没有再联络，这好多好多的那个不安全感都好像堆积在这里，就随着我一直爆哭，一直爆哭，这些东西就一直飞出来，一直飞出来，但我还是想办法静坐。过了那1个小时，情绪就平复了，我也突然觉得哇，我好像又把这边再解开了一点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这我第一次有办法在情绪这么剧烈的时候，好好的坐着去看它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进步，与大家分享。还有一个是刚刚说了，我在课程结束后的60天，每天都有进行练习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我在第11天，我有跟一些旧生聊到天，他们说他们都没有办法，他们回到生活之后，马上又进入了原本的那个作息循环，根本没有办法播出这2个小时做这件事情。我是因为我刚好在一个我把所有事情都放掉状态，但是随着我开始让生活又多进来一些事情之后，我也开始觉得早晚都冥想1小时有点紧绷，就是我一天可能会觉得啊，我现在在休息，那我早上冥想之后，我要自己弄早餐给自己吃，然后我要出门，我要去没去过的咖啡厅，去用电脑学一些知识，或者去做一些小工作，自己的工作，然后我还要运动，我还要帮自己煮晚餐，然后晚上又要冥想，其实这样一天就塞满了。或者是如果你要工作的话，你其实早就被塞满了。那这个状况下，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没有办法做到2个小时的冥想，会不会有罪恶感？一开始会，但我又发现，这又是一种执着，我又在很严苛的对待自己，所以我开始让这件事情保有弹性。我回想一下，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练习的初衷，其实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，跟自己的身心保持对齐。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就可以变成，好，我至少冥想1个小时，可能晚上我真的太累太晚才回家，那我的身体很酸痛，不然我边抬腿边冥想，或者是我边伸展边冥想，就我不要想东想西，我不要用手机，我就是专注的在跟自己的身体跟心理相处。其实这样也对我来说，我慢慢的就有办法找到调整的方式，或是我知道说，我今天真的太忙了，那我在通勤的时候，我有试过在搭飞机、搭捷运，就10分钟也好，或者是任何你有办法稍微利用的小空档，都回到呼吸，去干净的跟自己相处，就不要一直用手机。我本来就不爱用手机，内观结束后更不会一无聊就用手机，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一个我可以练习的时间，所以罪恶感这件事情其实就也过了，我发现那就是又是一个执着，又是一个我的习性，对于自己非常要求，然后完美主义，很苛待自己的一个习性，所以放过自己是我学到的。我们练习内观的用意都是想要好好照顾自己，那要记得这件事情，要怎么爱自己，所有的困难痛苦都要回到怎么用爱的视角，而不是用恐惧的视角去观看。这就是我现在的每天的练习。
还有一个想要补充，就是规律练习60天之后的小小的好处是什么？我发现我在静坐的时候，可以感觉得到身体开机、关机以及切换到放松的这件事情。很具体的就是，我只要一开始冥想，我就会一直打哈欠、流眼泪。我还有问过 ChatGPT 说，为什么内观的时候，我其实在内观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，我发现我会慢慢的那个眼泪是流到整个脸都是，但不是哭，就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好像在排水，或是我身体在排水，它好像就是一个切换到放松模式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只要有进入状况，有的时候5分钟，有的时候半个小时，这个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有这个身体反应。那我发现说我在这样子流完眼泪之后，我的身体的感知就会变得敏锐，然后我就会进入那个状况。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循环，什么意思？我在静坐过程间会感觉到，我的身体循环好像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如果在战斗模式紧张的时候，它会分配资源嘛，所以你就是要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，就可能是交感神经很强烈的时候，但是在放松的时候，就身体循环会在一个很好的模式。这部分我们不会解释太多。那我自己本身的感受就是，只要我有静坐，我的身体都可以切换回放松并且良好循环的状态。我也发现静坐之后，我的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水肿，就是一个副作用。真的，这就是很具体的变轻盈的感觉，健康的感觉。总结一下，不管你听完之后激起了你想出国内观，可能去一些不同环境，或是你喜欢的环境内观，或者是你想去台湾的中心内观都好，就是你对于内观开始有一些兴趣的话，我再继续推你一把。只要你是对于冥想，对于面对自己课题，对于想要平静，想要快乐，快乐不是享乐，快乐是一种平静的愉悦感。如果你对于上述这些东西是有在可能看书啊，或是看 YouTube、听 Podcast，你对这些议题是有兴趣的，你对于照顾自己是想要学习的话，内观绝对是一个非常棒、非常基础的东西。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基本工具。你内观完之后，对我来说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，但是我感觉我的根基又更稳了，然后我对自己照顾自己的信心也更强大了。我的情绪起伏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夸张，并且无法收拾。这就是内观2个月后，我整体上面觉得非常棒的感受。推荐你照顾自己是一辈子的练习，不会说我就报名了内观，接下来我就不会有问题了，就没有这种事情。它就是教你怎么开始照顾自己。觉得全世界的人可能都有需要面对自己痛苦的这个需求，你照顾好自己也是帮助这个世界，帮助你周遭的人，让大家都可以活在一个更有善意的世界，并且透过照顾好自己，让身边的人也看到说，哎，他变得会照顾自己了，那我也想要这样去感染彼此，让大家都变得更好，也是我想做这支影片的原因。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善的循环，谢谢大家。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 IG 来问我。